14岁的少女正忍受着泌乳的痛楚，但无论如何努力，最终仍旧一滴奶也挤不出。发现抚养孩子远比她想象中的困难，让时间倒流到10个月之前，小希第一次逃课就得意洋洋。她一个人跑到河边玩，不料发现不远处的阿志，两人因为同上补习班而认识。女孩兴奋地冲过去打招呼，两个同样稚嫩的少年，他们很快就在轻松的氛围中敞开了心扉。此时桥上有只小狗差点落水，小希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，阿志也不可能袖手旁观，看着小希跨过栏杆，阿志忍不住开始担忧，我不是坏人，快来这边。确实，小希发生了危险，阿志不顾一切地拉住他的手臂，然而两人最终还是掉进水里。幸运的是，河水并不深，两人都安然无恙。他们在河中欢快地嬉戏，直到日落时分，温暖的夕阳洒在两人面上，暖阳之下，他们的感情逐渐升温。天色渐晚，他们没有选择回家，而是决定一起去拍照打游戏。可他们天真的样子很快就引来了地痞的注意。面对地痞的敲诈，阿志紧紧拉着小希快速逃跑，而追在他们身后的地痞紧追不放。最终两人还是被地痞捉住并遭到殴打。幸运的是，一群成年人的出现吓走了地痞，他们抓住机会逃脱，逃到山顶的小木屋，望着眼前忧郁的男孩。女孩柔情似水地帮他清理伤口，他捏着鬼脸逗他笑。在明亮的月光下，两人的情感逐步升温。虽然对于爱情还很困惑，他们却开始怀揣更勇敢的念头。小希深夜回家，面对母亲的焦急盘问，她撒谎称补习晚了，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凝视着与男孩的合影贴纸。她对当晚的行为没有任何悔意，脸上浮现出满足的微笑。时间转眼来到2个月后，女孩感到身体异样，看了看墙上的日历，意识到已经2个月没有月经，体育课上差点晕过去。她坐回教室，翻开生理书，研读着书中的内容。她不禁回想起那个夜晚，心里充满了不安。放学时走在路上，看到旁边经过的孕妇，她心中的惶恐加剧。她急匆匆地往家里跑，开启电脑做了在线测试，测试提示怀孕的几率很大，建议立刻进行医疗检查。女孩躺在床上感到迷茫，父亲叫她吃饭，却被她拒之门外。母亲感到女儿的异样，走到房间门前轻声安慰：小希，如果有什么难处，无论何时我们都愿意聆听。小希，可能你不清楚，但妈妈能帮你解决所有问题。听见妈妈说的话了吗？母亲的温柔让她的紧张情绪得到了缓解。可这种事，她应该如何向母亲坦白？就在她意识到自己怀孕的那一刻，还是孩子的她感到无所适从。母亲感到了她的不同寻常，尽管母亲的支持无比坚定，但是这件事如何启齿？她决定保守这个秘密。她拨通了男孩的电话，只见男孩的母亲命令他挂断，并告诫他不要和那些不三不四的女孩子太接近。男孩从小在单亲家庭中成长，对母亲的话言听计从。他联系不上男孩，只好直接去他家门口等。自从那夜之后，男孩总是重复道歉，毕竟男孩也只有15岁，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段关系。上学路上，他试探性地问：那个，你喜欢小孩吗？不，太吵了。为啥突然问这个？就随便问问。他感到了失望。他又问他打算什么时候结婚，但男孩那不负责任的父亲对他影响甚深，所以他并不考虑结婚。显然男孩也不可依赖。经过长时间的思考，他站在药店前，他摘掉胸前的红领巾，走了进去。他注视着柜台上的验孕棒，他颤抖着取下一个，但发现口袋里的钱不足以支付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得偷拿。他一路狂奔回家，紧闭房门。他才意识到这是他第一次偷窃，但此刻他无暇顾及，他急切地进行了测试。那2条线的结果让他心沉谷底。他去到了母亲工作的地方，看着辛勤工作的母亲，女孩不愿给母亲增加负担，她换下了幼稚的校服，穿上了成熟的装束前往医院。但因为尚未成年没有医保，护士通知需要支付全部费用，女孩无奈逃离了医院。回到家中，母亲看着情绪低沉的女，内心十分忧虑。然而女孩拒绝了交流。第2天，女孩依旧去学校。打扫房间的母亲意外地找到了验孕棒，母亲被这突如其来的发现吓到了。女孩放学归来，母亲并未大发雷霆，而是关切地询问详情。女孩选择了沉默。这个是你自己买的吗？看着女孩摇头，母亲松了口气。原以为不会是她所想的那样，但女孩接下来的话语让母亲震惊。不，我没有买，而是偷来的。我想确认自己是否怀孕了。验孕棒出现在女儿房间里，
女儿才14岁。母亲面对坦白怀孕的女儿，心中充满震惊。她急切地询问是否遭遇强迫，女儿坚称这是因为爱，她爱上了某个人，所以才会有了她的孩子。母亲反应过来后，马上带女儿去医院。这是女儿出生的医院，医生是母亲多年的老朋友。医生提出的问题面前，母亲犹豫，不知如何开口。女儿含泪说：“我可能怀孕了。”医生设法让母亲不尴尬，她的面无表情。经过检查，女孩第一次见到了未出生的孩子。医生随后向她解释了人工流产的事宜。她已怀孕9周，人工流产最佳时机在12周以内。女孩忽然问道：“我就不能留下孩子吗？”并不是这样，无论年纪多大，生孩子本身不是错误，但如果生后无力抚养，那才是需要深思的问题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母亲第一次动手打了女儿，随即又紧紧抱住她，心疼不已。到家后，母亲把事情告诉了父亲。父亲口中说着这只是他们的恶作剧，但他的脸色越发难看。直到母亲拿出医院的证明，父亲的情绪终于崩溃了。他要女儿叫那个男孩过来，这不负责任的家伙。他发誓要给那孩子一个教训。女孩仍试图为男孩辩解，他坚称两人是真心相爱。清醒点吧，我的宝贝，清醒点。丁小希，一个14岁，另一个15岁，你们懂什么是爱情吗？爸爸，你怎能这么想？因为我明白，他还是个孩子，他不懂父亲的心如刀割。父亲的话语仍在他脑海回响。他拨打了男孩的电话，电话那头的男孩却装作不接。女孩在留言信箱里留言，约男孩见面。男孩终于按时来到了约定地点。在柔和的夜风中，女孩袒露了自己的感情。男孩不太擅长表达情感，但确认了他对女孩的爱意。感知到男孩的心后，女孩把怀孕的事告诉了他。不理会男孩震惊的表情，还表达了想要保留孩子的愿望。男孩说自己脑中一片茫然，约定第2天晚上再见，届时给出他的决定。在此期间，女孩父母找到了男孩的家，豪宅的门前让他们犹豫不前。男孩母亲误将他们当成了推销人员，他们说明了来意。男孩母亲露出了轻蔑的态度，断言是他们家女儿的不检点，指责女儿不敢指出真正的孩子父亲，把责任错推到他们家阿志身上。父母没料到男孩母亲会这么无理，父亲愤怒地扭头就走，但他还是请求再说几句。他坚信自己的女儿小希从不捏造事实，诬陷他人。说罢离开。父亲回到车中，悲痛欲绝地哭泣。他们很快接受了现实，当下最关键的是女儿的健康。他们跪在女儿面前，不停地劝解女儿，但女儿仍然坚持要生下孩子，这让父母更加焦虑。明明你还是个孩子，你如何担起做母亲的责任？况且男孩的家庭也不支持，孩子一旦出生就无父亲的陪伴，这对孩子也是种不负责任。所以他们劝女儿早日接受手术，但女儿仍旧不愿意同意，恳求父母再给自己1天的考虑时间，还提前来到了2人约会的地方，望着不远处的幸福家庭画面，急切地期待着男孩的决定。男孩却在这时打电话来，诉他需要去补习班，此不能如约见面，且劝说女孩去堕胎，还心想她需要忘记的是不会再爱你，只是一段幼稚的尝试，还不料因此怀孕。电话中让女孩打掉孩子，回家依偎在母亲身旁痛哭，开始理解父母的苦心，决定不留下孩子，陪伴着女孩进入休息室。母亲陪她躺在床上，病房传来婴儿的啼哭，被这声音深深打动，腹中孩子即将遭到终结，心中泛起了犹豫。母说自己做不到，绝表示不会做堕胎手术，冒着大雨跑出医院。女孩横穿马路时发生了意外，只受了轻伤。女孩忽略了周遭的一切，更是对肚中孩子的安危心急如焚。得知孩子毫发无损，她终于舒了一口气。父亲感到事态不妙，询问女儿是否不是已经决定结束这段意外的怀孕。父亲的追问下，女孩感到羞愧难当，她拖着受伤的腿默默离开。母亲立刻制止了父亲，表示接下来的事由她来处理。母亲请求医生的帮助，在得到同意后，带女孩参观了新生儿室，想让女孩明白抚养孩子的不易。像你所见的这些婴儿，生活的点点滴滴都需要他人帮助，即便是脸被毯子覆盖，他们也无力自行解决，这就要求母亲全天候的细心照料。即使是上班族也有休息的时候，然而做母亲却无休止的付出。女孩似乎理解了母亲的良苦用心，深感歉意地对母亲说：
但我依旧选择要这个孩子。看着固执的女儿，母亲感到无比疲惫，但她无法迁就女儿的冲动。考虑到女儿的自尊，母亲原本许多话都忍了下来。见女儿如此执拗，母亲不得不开口：“你这样年纪的孕育，对所有人都不负责任。你的孩子的母亲仅是个青少年，就算想工作，也难有人雇佣。以你目前的状况，如何抚养孩子长大？你的人生轨迹将会彻底改变。一旦辍学府，你将失去许多朋友，将失去再次步入社会的机会。”女孩第一次见到母亲这般严肃，眼泪在不甘中悄然滑落，眼泪是无济于事的，轻易落泪。你真的准备好做母亲了吗？女孩重返产房前的走廊，心里挣扎着是该放弃还是坚持，还是决心要坚守自己的选择。当晚归家，弟弟发现门外有个男孩在等待。男孩原本并非想要逃避，是他那期望他成功的母亲在作梗。男孩因此陷入自责和愧疚，他决定要负起责任，决意对抗母亲的安排。我无法做到，我说不可以就是不可以，我实在是无法办到，禁止再提起此事。15岁的男孩的行为让女孩受孕，望子成龙的母亲却想推卸责任，担心儿子未来的污点。男孩内心深处却是自责与痛苦，他首次逆母意，决心负责，却被女孩的父亲阻止。父亲愤怒地责问男孩，告知女儿已决定终止妊娠，所以他希望男孩能从女儿的世界里永远消失。男孩回到家中，心如死灰，母亲已经备好了他的护照，表面是为了出国深造，但男孩心里明白，这是母亲帮他逃避的策略。但他又回想起女孩父亲的话，既然孩子已经不在，分开或许是最好的选择，于是他选择顺从母亲的安排。行前，他走进了女孩舅舅的商店，请舅舅转达一句话给女孩。舅舅拨通了女孩的电话，告知她男孩即将启程留学，并传达了男孩的一番话，道歉的同时表达从未后悔遇见你。正是这番离别的话，让本已决心终止妊娠的女孩重新考虑。我不会再迟疑，我做出了决定。女孩换上校服，准备去学校。她的怀孕消息在校园里已是众所周知，女孩的母亲也来到了教务处，在校领导面前不停地表示歉意，并提到女儿准备终止妊娠，恳求学校给予女儿另一次机会。而此时女儿已经踏入教室，大胆地将自己的怀孕事实告诉了所有人，坚称要将腹中的孩子生下来。如果母亲在这里，可能会被女儿的决定气坏。女儿却在同学们面前阐述了她的理由。最初得知怀孕时，她也非常慌乱，她的错误也让父母痛苦不堪。孩子的父亲，我们不会再有机会相见，但他留下的话让我感到幸福。我也期待与孩子的相遇，就如同我母亲当年期待与我相遇，并将我带到这个世界。母亲站在教室门口，听着女儿勇敢地说出心里的想法，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。在同学们面前告别，女孩对母亲满是愧疚，她希望母亲能够原谅她，却没有流泪。她曾经告诉我，轻易落泪的人不配做母亲。那女孩永别了学生时代，与母亲并肩离开了校园。叫住母亲的那一刻，她温柔地伸出了手。母亲内心复杂，但最终还是紧紧抓住了她的手，因为不论发生什么，她始终是她的宝贝。回家之后，母亲还在做最后的挣扎，告诉女儿已经咨询过医生，在她这个年纪生孩子的，最终都无法抚养孩子成人，要么送进孤儿院，要么让人领养，没有例外。她恳求女儿再三考虑。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，一旦生下孩子，我就绝不放弃。看着女儿坚定的眼神，母亲无计可施，只得无声的同意。但面对父亲和弟弟，他应该怎样解释？这是我所知道的最忧心的父亲。14岁的女儿怀孕了，还坚决要将孩子生下来。妻子竟然支持女儿的选择，父亲却坚决反对女儿走这条路。医生随后向他们解释了未成年母亲要面对的风险，甚至可能落入两难的境地。父亲听后更加焦急，他责怪妻子的不负责，指责她在关键时刻与女儿一起犯傻。我没有，我劝她很多次了，我比任何人都了解生孩子的困难，但即便如此，我也宁愿把她送上手术台。你真有勇气这么做吗？这样真的能给小希带来幸福吗？父亲沉默了。医生转而询问女孩，你确定你准备好了？你要面对背后无休止的闲言碎语。女孩坚称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，无论面对怎样的痛苦。女孩的坚定和信念甚至感动了医生。当她回到家，意外地遇到等候的男孩母亲，她冲进女孩家中，呼喊着她儿子的名字。女孩感到困惑，男孩不是已经出国了吗？原本是这样的，但她最终没能说服自己，独自一人从机场逃走了。
并且整夜未归。昨天在机场时，他内心难以释怀。由于他，女孩身心受伤，却在关键时刻选择逃避，不顾母亲的阻止，男孩决然离去。直到现在，男孩仍然音信全无，他的母亲才猜想他可能来这里了。他抓着女孩连声道歉，希望女孩告诉他男孩的下落。女孩坚称自己一无所知，并且她决定留下孩子。听闻此言，男孩的母亲脸色骤变，就算牺牲我的性命，我也不会让儿子承担这个责任。我女儿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打算。那就太好了。他这么说完，便转身离开了。女孩心中也开始担忧起男孩的情况。她回到房间，试图给男孩打电话，电话却始终无人应答。经过漫长的等待，女孩最终接到了舅舅打来的电话。原来男孩一直在舅舅的店里。听闻此消息，女孩急切地想去见他，却被自己的父亲阻止了。女孩解释说，她只是想去跟男孩说明白，并承诺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。与此同时，男孩的母亲仍在四处寻找儿子的下落。她翻看着两人的合影大头贴，母亲心一横，将其扔进了垃圾桶。这时，一名报社记者上门来访，看起来与男孩母亲关系并不和睦。他看到记者递给他的东西后，心情跌入了低谷。本是名校高中生的儿子，竟成了未婚父亲。记者表示，这条新闻将成为下周头条。母亲询问他索要多少封口费，但记者回答，这是一名记者的职责所在。另一边，女孩在母亲陪同下来到了店里。当她请求与男孩单独谈话时，母亲显得有些不情愿，但最终还是同意了。毕竟，这关乎两个年轻人自己的问题。金色落叶铺满的街道显得两人更加孤单，他们的身影在秋意中显得格外单薄，与他们即将成为父母的身份似乎不相称。男孩深感内疚，极力想为女孩做点什么，却感到无能为力。女孩告诉男孩不必自责，因为她决定保留这个小生命，并坚定要独自抚养孩子，承担起单亲母亲的责任。此时，男孩的母亲也匆匆赶到，目送着逐渐远去的车辆。女孩在心里默默向男孩告别，虽曾誓言不轻易落泪，眼角依旧湿润了。女孩未来的路途可想而知将会多么艰难。14岁的她不顾家人反对，决定坚持生下孩子。她的选择让幸福的家庭充满阴霾，弟弟开始疏远她，平和的父亲也逐渐远离。她感到一丝失落，但仍未有任何悔意。母亲陪同她来到医院进行检查，现在怀孕已进入第12周。医生向女孩说明情况，提醒她时间已不多，孩子快不能终止妊娠了。女孩的脸上仍是坚定的表情，她对于父母的忧虑和生活压力视而不见。医生见状，知道劝说无用，于是向她解释了怀孕期间可能出现的各种症状，并叮嘱她这些都是正常的，不需要过分担心，必须随时维护内心的宁静。女孩检查时的片刻间隙，医生的神情凸显出严峻，显然你还未得知真相。医生展示了一本刊物，刊物上显眼地报道了女孩的怀孕新闻。记者的报道言过其实，夸大了许多，把女孩描述成生活杂乱的学生。这样的报道迅速在城中传播开来，影响了整个家庭的生活。父亲在工作中遭受排挤，面临着失业的威胁；母亲也遭同事歧视，连小弟弟在学校也受到排斥。男孩也受到了波及，在班上成为了同学们取笑的对象。你还真能干，我还以为你只懂读书，有钱就能为所欲为啊，真让人羡慕呢。母亲看到这情况，让儿子在家中休息，打算等风波过后再让他返校。但男孩坚定地想要继续上学，因为那是女孩对他的期望，所以不管遇到何种困难，他都准备勇敢地面对。愤怒的母亲再度造访，她仍旧想劝说女孩终止妊娠，因为孩子一旦出生，必然会牵连我儿子的未来。女孩承诺，孩子一出世，她不会透露孩子父亲的任何信息。但男孩的母亲打破了她的天真想法，这件事情已经众所周知，孩子的出生将成为不可磨灭的证据。到那时候，任何强硬的公关措施都将无济于事。不管是你还是我的孩子，都将背负这个污点一生。你总说爱我的儿子，这难道是你所谓的爱的方式？女性的请求逐渐变为哀求，她恳求女孩仔细思考。同为单亲母亲，她深刻理解独自抚育孩子的艰辛。说罢，女人转身离去。女孩感受到了她的真挚情感，盯着桌上的杂志。女孩沉浸在深思中。桌上电话铃声大作，接完电话，女孩匆忙出门，背后邻居们的耳语成了她的背景音。女孩无奈地离开。原来老师在公园找到了她的弟弟，此刻弟弟本该在课堂上，
面对逃避的弟弟，女孩明白这一切都因她而起。弟弟在学校遭到了孤立，为了家人不受连累，女孩下定了一个勇敢的决心。女孩肚中怀着孩子，却没有受到任何祝福，反遭诸多冷眼。她的年纪实在过于稚嫩，这不仅影响了自己，也让全家人成了众矢之的。父亲刚得的晋升被取消，母亲遭受同事的嘲讽，就连幼小的弟弟也受排挤。女孩不想继续成为家人的累赘，她决心离家出走，这让父亲极度恐慌。面对固执的女儿，父亲不得不请求妻子帮忙，而妻子竟然支持女儿的决定，指出如果女儿留在家中，前方的路确实充满挑战。父亲困惑而急切地试图制止，但母亲却露出了笑容。我们不能仅仅说些听起来美好的话。14岁就怀孕，肯定要面对外界的非议。母亲早已心理准备充足，她告诉女儿不要再提搬出去的傻话，因为搬到任何地方都无法改变她14岁就成为母亲的事实。一名14岁的母亲，如果你总是逃避，岂不是永远回不了家，品尝不到我烹饪的美食，听不到父亲的幽默笑话？既然如此，那就留在家中好好生活。只要家人团结一心，外人的闲言碎语就不再可怕。回到自己房间，女孩再也抑制不住泪水。家人的爱让她感到深深的愧疚，她思考如何才能回报他们。正是这份感情，使得女孩变得更为坚定。她小心地把校服整齐地叠放进箱子，不再害怕旁人的指指点点。父母也加倍努力工作，为了迎接新的生活责任，女孩的老师也在为此与校长共同努力。经历了漫长的痛苦和矛盾，所有人最终接受了这个现实，唯独男孩的母亲仍难以接受。他的公司正经历财务困境，这次事件进一步损害了他的声誉，公司面临的困境愈发严重。他坚定要将儿子送往海外，然而男孩对形势浑然不觉。小智，你为何如此执拗？母亲感到痛苦和无力。公司若倒闭，还可再创业，但若儿子的未来毁了，那么他多年的努力不就白费了吗？即使女孩承诺不再联系男孩，单亲母亲的艰辛，对于一个未经世事的少年又怎能理解？经过深思熟虑，男孩母亲只得寄出誓约给女孩家，如果女孩坚持生下孩子，男孩将不承担任何责任，女方也不应联系男孩。若女方同意签署，男孩母亲愿提供2000万的赔偿，若不接受，他将诉至法院。女孩父亲怒不可遏，钱并非万能的解决手段，男孩母亲彻底崩溃，女孩在家安心待产，老师不期而至。原来老师深感这位学生的不幸，他一再向校长求情，经他不懈的努力，校长最终同意不取消女孩学籍，改为允许女孩在家休学1年，待女孩事务处理妥当，仍有机会返回学校。学校的宽容激励了女孩，她立志成为一名合格的母亲。女孩报读了医院的孕产课程，准妈妈们正进行自我介绍。轮到女孩时，我是一赖卫西，可能我比大家都要年轻，但我同样渴望一个健康的宝贝，请各位多多指教。整个房间骤然安静，大家目瞪口呆地望着她。老师立刻拍手解散了僵局，众人这才恢复了神色。课程结束之际，见其他准妈妈们都有伴侣接送，女孩感到了些许失落。老师看到这一幕便安慰她，你虽年轻，但只要努力就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好母亲。不过关于生活的问题，确实需要好好思考。生活，这是个非常实际的问题，明白了吗？同时，女孩的母亲来到男孩家，她来是为了退还誓约书。男孩的母亲注视着空白的签名处，询问是否是因为金额不满。如果是钱的问题，我可以增加。但女孩的母亲坚称钱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。听闻此言，男孩母亲讥笑，只有不懂世事的家庭主妇才会这么说。你们总是依赖男人，根本不知道金钱的价值。14岁的孩子缺乏判断力，这时候作为母亲的我们需要为他们选择，但你却和你女儿一起胡闹，让她这么年轻就走上了歧途，这是否算作一位母亲的失责呢？难道让孩子堕胎视而不见就称得上好母亲？我自然不愿她这么年轻就当母亲，我也期望她能继续学业，想她将来能像其他年轻人一样工作，希望她成家立室，平平淡淡。两位母亲在教养理念上出现了对立，彼此观点似乎都有其合理之处，然而结果总让人感觉有些遗憾。当夜回家之后，母亲将誓约书摆在女儿面前，既然女儿选择了自己的道路，那她也应该自己做出选择。女儿承诺会签下名字，她表示即便没有这个孩子的事，也不期望男孩来承担什么。父母尊重了女儿的选择，但父亲拒绝接受20万的补偿，
认为一旦收钱，事情的本质就变了。父亲希望为家庭保留最后的尊严，并相信不接受这笔钱，他和妻子也足以照顾即将到来的孩子。女儿赞同父亲的看法，她也提出了自己的愿望，一旦到了法定工作年龄，她希望能出去工作，独立养育孩子。对于工作，她完全没有经验，她请求父亲教她如何面对职场。父亲愉快地答应了，同时告诉女儿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待在家里，好好孕育宝宝，致力于带来一个健康的新生命。就在昨夜发生的，女孩含泪在誓约书上画下了自己的签名。从此刻起，孩子的生父与她将再无关联。父亲手持誓约书来到男孩的家，却未见男孩母亲的身影。父亲对男孩说：“我们签署了誓约，但我们不需要你们的任何赔偿。”男孩听后感到困惑。当他拆开信封，看到里面的内容，他愤怒地去寻找母亲，质疑他为何要做出这个决定。母亲解释说，这一切都是为了他好，若不现在划清界限，孩子一旦出生就为时已晚。失忆的男孩站在女孩家门前，他想向女孩解释，他对这一切并不知情，但想到女孩早已说过不再见，男孩决定遵守承诺。他去了两人曾共同前往的地方思念。恰好女孩上完课路过此地，在天桥上看到那个熟悉的背影，女孩努力抑制着下车的冲动，终于还是坚持了下来，却仍然忍不住向男孩喊出了声音：“阿志！”公交车渐行渐远，直至男孩的身影模糊不见，女孩这才转回视线。她走下公交车，天空开始飘落雪花，女孩紧裹衣服，腹中的痛楚却突然加剧。她决心赶回家中，走不了几步便疼得连站立都困难。最终，女孩在路边昏迷不醒，父亲焦急地赶往医院，医生告知女孩已经平安无事。然而腹痛并非良好的征兆，建议女孩应尽速住院治疗。难道我的女儿尚未到达那种紧急程度？毕竟她年纪轻轻，正值生长发育之时，出现这些问题也是意料之中，未来绝不能让她受到情绪上的刺激。另一方面，男孩的母亲慌乱地闯入房间，催促儿子迅速打包东西准备离开。公司的状况已经岌岌可危，债权人可能随时会上门，我们需要暂避风头。母子俩逃离之后，次日清晨，门外果不其然聚满了讨债人群，但他们已经躲进了酒店。与此同时，女孩在医院苏醒，怀孕导致她血压偏高，医生建议立即为她办理入院手续，因为怀孕给她带来了副作用，身体负担超出了预期。如果血压无法控制，分娩过程可能会出现危险。听到这些，母亲艰难地说：“万一，如果不得不在女儿和孩子中选择一个，请务必保全女儿。”医生安慰母亲，承诺将尽力保护母子两人安全。母亲遵医嘱，陪女儿入住了医院。她的弟弟给她带来了鲜艳的花朵，女孩的舅舅舅妈也送来了可爱的玩具熊。女孩收到礼物非常高兴，但舅舅不慎说出了不当之言，他不经意提及了阿志家的麻烦事，母亲立刻打断了他的话。女孩心生疑虑，不断的追问。医生曾提醒需保持女孩心态平和，但事实终究难以隐藏，即使不现在说，女孩迟早也会从媒体得知真相。女孩了解到男孩家的困境后，果然显得十分关切。父亲尽力安慰女儿，父亲解释商海沉浮对男孩家是常有的事，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像他想的那么悲观，提醒女儿我们与男孩已不再有瓜葛。女孩想到自己所立下的誓言，你总是犹豫不决，对孩子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。虽然孩子没有父亲，尽管如此，女孩仍旧为男孩的处境感到忧心。男孩家的困境确实令人堪忧，为筹集资金，母亲甚至向人下跪。母亲的平静原来只是在强忍。男孩第一次看到母亲如此失态，眼泪不自觉地自眼中滑落。他转身不忍目睹这一幕。投资人离开后，母亲急促地整理着行李，交涉显然未达预期。男孩心痛地劝母亲不必再做无谓的坚强，我并不渴望成为什么董事长的儿子，豪华奢侈对我并无吸引。他强调自己已经成熟，并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孝敬母亲。母亲却认为男孩尚不够成熟，对男孩的话不以为然，质疑那个女孩是否迷惑了他的心智，预言那女孩将来会因难以抚养孩子而哭泣，指出那女孩最终可能会因无力抚养孩子而懊悔。男孩反驳说是母亲自己的悔意，质疑母亲是否后悔生下了他。母亲情绪激动地回应，坚称是他生下男孩，并为他命名，勉强自己养育男孩至今。女孩在医院迎来了新的室友，新室友看到女孩并未惊讶，反而对女孩的年轻表示羡慕。但新室友很快就遭遇了突如其来的腹痛，
疼痛让她汗流浃背，却无法找到缓解的姿势。女孩焦急地想要呼叫护士，经验丰富的室友却表示这种痛苦已司空见惯。在这一刻，所有经历分娩的女性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，不分年纪大小，不论婚姻状况、贫富差异，在此刻也消失无踪，都得独自忍受分娩的疼痛。尽管室友的情况令女孩感到畏惧，但更多感受到的是室友展现的乐观与坚韧。女孩怀孕已达第34周，为了女孩，母亲毅然决然地辞去了工作，在家悉心照料行动不便的爱女，等待父亲的归来。母亲建议合影留念，因为下一次全家合照人数就将增加。父亲在门前准备相机，命令家人调整站位。邻里路过时，父亲稍感尴尬地让路。邻居们好奇地注视着女孩的孕肚，一家人却不以为意，保持微笑。父亲弯腰准备拍照之际，眼角的泪水不自觉地涌出，他振作精神，擦拭泪水。快门声响起，定格了这一刻的幸福。女孩次日外出为宝宝选购衣物，正当她坐下休息，突感腹痛难忍。她急忙联系母亲，尽管缺乏经验，但预感自己即将临盆。母亲查看日历，发现预产期尚有1个月，她急忙往女孩所在地赶去。此时，偶遇的报社编辑关切地加入，他焦急询问是否需要呼叫救护。女孩坚称无需担心，母亲即将到来。但女孩情况急转直下，编辑立刻寻找出租车，确认送往的医院。女孩努力指出所需前往之地，日记本中记录了医院地址，确保女孩安全到达急诊室。再度出发时，发现女孩的日记本遗失在车上。母亲同样抵达医院，面对女儿的疼痛，母亲在床边跪下，鼓励打气。忧心忡忡的父亲在工作中分心。接受医生诊断后，虽然早于预产期整整1个月，但现状确实显示她即将分娩。她只是护士，做好产科准备。面对母亲的紧张质问，医生安慰说不用太担心，尽管胎儿体重可能不超过2公斤，但胎儿已满34周，即便脱离子宫也能独立成长。我也将尽全力确保顺利分娩，我也会坚持的。此时女孩的父亲也急匆匆赶到。当抵达门口，父亲尽力平复表情，小希，你还好吗？父亲虽努力制造轻松氛围，女孩的面色却日益苍白。父母感到事态不妙，我这就去叫医生。医生诊断后发现出现了胎盘位移的情况，女孩随时可能危及生命。医生建议立即转往市中心大医院，她将在那接受剖宫产手术。女孩的状况逐渐恶化，全家人聚集在病床边，手挽手支持着她，一直不停地鼓励她。救护车急速前行，终于将女孩送达市中心医院。她虽然意识模糊，但仍轻声呢喃：“小智。”目送女儿进入手术室，母亲泪流满面，止不住泪水。父亲急切地想要满足女儿的愿望，立即给那个男孩打电话，但始终无法联系到他。这时，那位记者出现了，把男孩的地址告诉了父亲，因为他看到了女孩的记事本，看到了2人的合影贴纸，以及女孩记录下的心声：怀孕3个月，对不起，妈妈。领到了母子健康手册，预产期到了，小智，来到我身边吧。知道女孩渴望与男孩见面的愿望，回想起自己过去对女孩不利的报道，那个男人感到十分愧疚，决定要为这位勇敢坚强的女孩做点事情，动用了报社所有资源，最终找到了男孩的住址。14岁的女孩正在接受剖宫产手术，或许是意识到自己生命垂危，她希望能见最后一面孩子的父亲，但那个负债累累的男孩早已消失无踪。正当女孩的父亲感到无能为力时，那位记者送来了男孩的地址，女孩的班主任也来到了医院。他把同学们满载祝福的笔记本交给了母亲。虽然起初许多人站在了女孩的对立面，但在这决定性的时刻，所有人都在为她加油鼓劲。女孩的父亲按照地址找到了那个男孩，尽管男孩被找到了，但他拒绝了父亲的请求，被债务缠身。男孩焦虑万分，他感到自己无力再承担起任何责任。同时，在医护人员的不懈努力下，宝宝终于安全诞生。然而女孩的状况令人担忧，尚未成熟的身体在手术中遭遇了重度出血，医生们也不能确定女孩能否度过难关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会尽全力。经历了漫长的抢救，女孩虽然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但陷入了深度昏迷。她何时能醒来仍是个未知。面对昏迷的女儿，父亲的情绪开始失控。医生说，生产总是伴随着风险，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是耐心等待。
这时，一位男医生走了过来，他向女孩父母告知，宝宝的状况已经稳定，可以去看望宝宝了。父亲表示，他现在没有心情，因为他的女儿在病床上正处于生死边缘。然而母亲却想去看望，因为那是女儿用尽全力带到这个世界上的孩子。在去产房的路上，他们从医生那里得知，宝宝只有1600克重。当见到宝宝时，母亲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，这象征着她女儿的牺牲和生命的坚持。医生称赞宝宝很坚强，如此轻的体重仍能独立呼吸，显然他继承了母亲的坚毅与勇气。几天时间匆匆流逝，女孩依旧未有苏醒的征兆。那个失踪许久的男孩主动出现了，望着昏迷的女孩，男孩满是愧疚，不敢靠近，自责是自己让女孩落得如此境地。此刻女孩似乎感应到了男孩的内疚，出现了苏醒的微弱迹象。男孩转身冲了出去，他不敢再直视女孩，父亲却建议他至少应当去看看孩子。男孩来到了新生儿室，凝视着保温箱里的婴儿，男孩的双眼渐渐泛起泪花，他头也不回地逃离了现场，返回那间破旧的出租屋，对着憔悴的母亲喋喋不休。他想让母亲接受现实，即使失败了又如何，至少我们还活着，这是我们最宝贵的资产。他决心不再继续上学，初中一毕业就去找工作。你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呢？踏入社会，你会发现自己无助如同赤子。一开始可能正如你所说，但我会尽力而为。我想用自己挣的钱抚养这个孩子。同时，女孩终于苏醒过来。医生拿着吸奶器走到女孩床前，尽管剖腹产的伤口仍旧疼痛，但是现在开始尝试哺喂母乳。母乳对宝宝来说是最佳的营养。女孩不懈努力，疼得眉头紧蹙，仍旧无法挤出哪怕一滴母乳。经历重重困难，终于生下孩子，只是跨出了漫长旅程的第一步。没有奶水的妈妈感到自责，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。医生立刻安抚着女孩，很多母亲一开始也没有母乳，孩子照样可以健康成长。可能是因为手术后体力尚未恢复，休息好肯定能够恢复奶水。男孩则找到了记者，表达了担负起负责的决心，希望通过记者找到一份工作。记者指出，他似乎还未脱离那种少爷心态，在这个发达国家里，只要身体强健、四肢完好，何种工作不可为？如果真心想要独立养育孩子，那么寻找工作也应当亲力亲为，这是迈向成熟的重要一步。虽然此次未能找到工作，但记者的话成了对他最大的启发。女孩为了能让宝宝喝上母乳，继续不懈尝试，用尽全力仍旧无果，然而依然一滴奶水也挤不出。这时母亲带来了一个好消息，她现在可以去看望宝宝了。女孩听到这话非常高兴，但是她想独自一人前往，毕竟这是她和宝宝的第一次相见。母亲望着女儿那虽瘦弱却坚定的身影。这时候男孩的母亲也来到了医院，儿子的坚持也许触动了他的心。他在女孩母亲面前将誓约书撕成碎片，接着拿出了一笔钱作为礼金。再会了。母亲回过神来，想要退还礼金，但男孩的母亲已经不见踪影。此刻女孩在新生儿室外，还未得知这一切。医生前来安慰说，进去吧，你的宝贝在等你。凝视着保温箱中的婴儿，少女显得既惊讶又茫然。医生轻声向女孩解释，你可能不会相信，虽然宝宝刚降生到这个世界，他依旧能辨认出自己的母亲。女孩轻轻地将手伸进保温箱，宝宝真的紧紧抓住了她的手。那一刻，女孩泪流满面，她开始理解作为母亲养育孩子的深意。她不停地道着谢，对自己的女儿，也对自己的母亲。这时，她为宝宝选好了名字。14岁的妈妈正在努力尝试挤奶，虽然竭尽全力，但收效甚微。她只好不停地向宝宝道歉。就在这时，女孩为新生儿取好了名字，小空。这名字真好，这名字代表着广阔的蓝天。女孩憧憬着与孩子在晴朗天空下漫步。医生向女孩说明了孩子的健康状况，孩子提前1个月降生，目前还不能自行吸食母乳，必须借助管道来获取营养，并且孩子的体重过轻，体重还没有达到2500克，无法出院。女孩询问自己能为孩子做些什么，医生建议她首先应养好自己的身体，如果能提供母乳，那是最好不过了，这样可能会加速孩子的成长。我明白了。但女孩发现自己连这么小的事都难以做到，正在消沉之际，意外地发现母乳滴落在了手上，她半信半疑地触碰了一下，果然有了。病房外头，女孩的父亲也得知了关于礼金的事，他感到难以置信。男孩的母亲已负债累累，究竟是如何筹集到这笔钱的？母亲感觉事情不太对头，于是找到了男孩母亲的租屋，意图退回这份礼金。结果发现了昏迷在浴室的女性，
药瓶和写给儿子的遗书四散一地，一切迹象表明了他的意图。男孩的母亲选择了这种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。之前投保的高额保险，赔付的保险金足以清偿债务，并确保儿子未来的生活无忧。幸亏被及时发现，男孩的母亲得以生还。望着病床上虚弱的母亲，男孩第一次看到母亲的睡颜。母亲为了生计，辛劳至深夜。男孩曾以为母亲不需休息，男孩的母亲也醒了过来，自己有所准备才自杀的，自己不死，自今后的人生就会化为泡影。他相信这是对儿子最后的护航。但女孩的母亲反驳说，没有你他不会幸福，不要总想着为他好，要设身处地的为孩子考虑。虽然嘴硬，眼泪却止不住的滑落。女孩即将出院，宝宝体重尚未标准，需留院观察。女孩在保温箱前向宝宝告别，宝宝似懂非懂，仿佛感受到母亲即将离开，然大声哭泣了起来。医生和女孩因宝宝的哭声而喜悦，这是宝宝第一次哭出声。宝宝的哭泣是向健康迈进的积极信号。就在这一刻，宝宝突然间不再呼吸，呼吸指数显示零值，医生立马紧张起来。医生和护士迅速应对，准备人工呼吸。女孩焦急地守候在门外，母亲也紧急赶到。医生出来通报了宝宝的情况，紧张的女孩急忙询问，医生安慰她要坚强，小空在努力。14岁的少女正与新生的宝宝告别，宝宝却意外停止了呼吸，原因是肺部遭受细菌感染。医生承诺会尽全力救治，女孩只能在外焦急地等候。这时，男孩找到了她，他向女孩袒露了深情，同时表示自己决定不再升学，而选择投身工作岗位，因为他愿与女孩共同肩负起抚育孩子的责任。这时，母亲也赶来了。宝宝在医生的精心治疗下，已经恢复了健康。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。他们齐心协力，回到女孩的家中。男孩把自己的打算和决心说给大家听：只要再过2年，我们打算结为夫妻。竟然说出这种话来，女孩的父亲言辞反对。虽然我们允许女儿生下孩子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赞同你们交往。我明白父母不会轻易接受我们的关系，但我们真心希望能共同养育小空。母亲直言让男孩回家去。你们现在可能信誓旦旦，但未过多久，你们就会感到后悔。女孩却信誓旦旦，爱意不会变。没有人会在一开始就预料到变故。你声称要一起抚养孩子，但不妨现在就带着孩子走一遭，看看是否有人会向你送上祝福。然而女孩依旧对自己的信念坚定不移，相信对宝宝和男孩的爱是真实的。见状，男孩母亲选择不再劝说，那就随你们去吧，但我决心已定，因此我不会去见孩子。如果你们坚持己见，那就要用行动向我证明。你们想要得到我的祝福吗？转眼间1个月过去了，今天宝宝终于可以出院了。他早已为新生宝宝准备周全，在医生们关切的目光中，女孩小心翼翼地抱起了孩子。医生提醒说，宝宝虽然体重轻，但随着宝宝的成长，他的重量会让你觉得吃力。女孩温柔地回答，医生，他已经很沉了。是的，非常沉重，你说的一点不错。他的身上承载着众人的深情。在这个意义非凡的日子里，男孩却未出现。他已经找到工作，正在努力承担起自己的责任。男孩的母亲也似乎受到了儿子的启发，重拾信心的他决定东山再起。虽然过程会无比艰难，但他也不再畏惧。